随着近几个月乌克兰对于莫斯科的袭击愈加频繁，这让克里姆林宫的当权者们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安全了。于是为了继续安全地指挥前线俄军作战，随即决定在莫斯科地下再建造一个牢不可摧的地堡。那么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就在今年6月份，一份公开的采购合同显示，在5月份多次遭遇乌军无人机袭击之后，克里姆林宫的俄军高层们正在计划在莫斯科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区。目前已经与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签订了一份金额不菲的采购协议，内容中显示，将在中央临床医院附近新建一个规格极高、占地甚广的大型防空洞，整个工程预计会花费3500万卢布，并下令承包商在15天内提交设计方案，然后再由克里姆林宫的官员们进行审核。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说该防空洞是建造在中央医院旁边的，但它可不是为了保护周边的俄居民的，而是面向少部分的俄政府官员的。简单来说，就是克里姆林宫中的那些高层，一般官员都不在这个范围里。按照克宫高层的设计要求，这个防空洞在建成后呢，内部将容纳800到1100人，可以轻松抵御威力巨大的爆炸冲击，并能防御10公里范围内的核辐射。防空洞包含了几个出入口和一个紧急入口，并设有主要房间和众多的附属房间。与此同时，还将配备先进的通风和供暖系统，可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气体的入侵。此外呢，防空洞内还会建立战时医疗保障体系，以及国家领导人可能会用到的特殊通信系统。整个防空洞建造工程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完工。而克里姆林宫的俄高层之所以选择在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附近，原因呢在于该院是俄境内最大最先进的医疗机构之一，成立于1901年，经过多次的扩建和改建，现代化程度非常高，配备了国际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比如数字化放射学，可以为俄高层提供更为准确的诊断结果。同时，医院内呢还设有多个科室和诊所，提供各类医疗服务，包括内科、外科、神经科等等，聚集了俄国内大量的高素质、高水平的医疗专家。这些专家呢来自不同的领域，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可以熟练地掌握医疗技术。最重要的是，中央临床医院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交通便利，无论是从机场还是市区，都有直达医院的道路。战时，克里姆林宫的俄高层能很短时间内就抵达附近的防空洞。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该医院此前也一直是保障俄主要领导人健康的医疗机构。前不久，白俄总统卢卡申科据传在与普京会面后身体不适，就被紧急送到了这家医院接受治疗。而且91岁的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是在这家医院中去世的。因此，在新建防空洞的消息爆出之后呢，不少人便认为克宫选择在该医院附近建造防空洞，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那些可能随时会入院治疗的 VIP 病人们，例如已经近71岁的俄总统普京。不得不说，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克宫大佬们是真舍得花钱呢。在最近几年俄军军费大幅缩减以及现今俄乌战争前线不利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修建安全区。联想到此前频频出现的俄军士兵由于俄高层不给配发武器、联络设备，不得已只能自掏腰包采购的事情，真的是让人唏嘘。不过上面这个防空洞其实还算是能够接受的，但下面普京这个豪宅就令大兵难以理解了。就在今年5月份，美国媒体商业内幕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中曝光了一处地堡设施。根据该项目背后的工程公司在网上发布的计划，这座位于黑海南部边缘的秘密宫殿下方还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巢穴，而其所有者正是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据称，正是普京出于对自己在战争中的生存和担忧，随即便在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之前，下令修建了这个位于地表下约50米的建筑群。而商业内幕之所以知道这座地堡建筑群呢，原因在于建造这座地堡的俄建筑公司 Metro Style 已经倒闭了。作为一家受雇为莫斯科地铁挖掘隧道的工程公司，为了证明其工程的卓越性，该公司在2010年初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些该地堡的建筑设计图，并将其描述为位于距离普京宫殿最近小镇格连吉克的度假村的地下综合体。
直到2016年还能在网上看到这些设计图纸，但在这之后呢就被下令删除了。而根据消息显示，当时为了建造这个地堡，普京花费了高达10亿英镑的资金，也就是差不多12.58亿美元。好家伙，这可比现今世界上最昂贵的住宅——印度亿万富翁穆科什·安巴尼所拥有的位于印度孟买市中心的安泰高还贵啊！要知道，后者总价值也就只是10亿美元左右。当然，既然钱花到位了，那么该地堡的基础设施自然是没得说。仅地上面积就高达 1.76 万平方米，而且紧邻大海，风景绚丽。从图纸上看，豪宅地表呢有11间卧室，地下岩层呢则是一座神秘的地堡建筑。整个地下建筑群占地约600平方米，内部可谓是四通八达，可以随时应对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袭击。内部呢还配备有2种不同的供氧系统，一个管道长约39米，另一个呢则长约60米，其对应的正是2条逃生通道。此外呢，根据设计图纸显示，地堡外部墙壁呢还有约38厘米厚的防爆层，这比现今高级别的防爆墙还要厚，怪不得不担心核爆威胁呢。此外，地堡内还有多个通风井，能有效地防止化学攻击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同时，地堡墙壁内侧还埋设了淡水和污水管道以及消防系统。在地堡顶部还铺设有大量的电缆和通信管线，一旦遭到地面攻击，可以随时在地堡内与克里姆林宫联络。需要注意的是，可能是考虑到普京年龄大了，在逃生方面呢，从地堡到地下通道有一个电梯井，采用独立电源控制，只需要30秒就能抵达地堡底部，还可以搭乘自动人行道，在1分钟内快速逃离至海滩。怎么样，是不是考虑得非常全面？紧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地面设施。基于其12.58亿美元的造价，这处豪宅地上呢有着自己的赌场和冰球场，以及为自己和客人准备的豪华招待所。当然，教堂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其前方还有一个单独宿舍，可以容纳近100人的安保和工作人员。同时，在豪宅的前方另一侧还专门设立有一个通信塔，并在周围30公里区域设立了禁飞区，而且周围还有约69平方公里的树林。最重要的是，此处受到了俄国家安全部队的永久保护。好家伙，真是设施齐全呀！不过，当2021年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组织首次曝光了普京黑海宫殿时，普京却直接否认拥有这座宫殿。最后，在纳瓦尔尼调查后不久，普京儿时的亿万富翁朋友阿尔卡迪·罗滕贝格还出面声称该房产是属于他的，普京与此事毫无关系。只不过这种说法呢，显然无法解释为什么这座豪宅受到国家安全部队24小时的保护。而且，如果普京不住在那里的话，又为何要设立30公里的禁飞区呢？同时，当时有几家媒体还采访了未透露姓名的建筑商，他们都表示曾在这处豪宅工地上待过，并且回忆其奢华的内部装饰。此外，有意思的是，在普京地堡被爆出的前几年呢，纳瓦尔尼还揭露出绍伊古在莫斯科郊外拥有一座价值1800万美元的豪宅，是以他女儿的名义注册的，而绍伊古的年薪却只有12万美元。看来俄高层对豪宅都是情有独钟啊。而除了现今这几处地堡、防空洞之外呢，俄罗斯境内还有着多处前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安全设施。斯大林的地堡。这个设施呢，历史始于1941年秋天，也就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主要是为了防止万一有紧急情况需要疏散斯大林而建造的。目前位于现今俄国内萨马拉市现代文化艺术学院地下39米处。1941到1945年间，萨马拉曾是苏联的第2首都。当时呢，这里有一个苏共地区委员会。根据相关材料记载，当时共有2900名工人和近800名工程师参与了斯大林地堡的建设。而且由于保密程度较高，尽管此前它已经运作了近半个世纪，但这个地下掩体的存在直到1990年才被解密。目前该地堡已经被改成了博物馆，供游客参观。当年的水电通风电讯系统至今还可以运转。同时，地堡内还陈列着很多卫国战争时期苏德的战略形势图。需要注意的是，当时为了安全考虑，为斯大林准备的休息室只有6个门。其中呢，只有是通往走廊和卫生间的门是真的，其余4个呢都是假的，这是为了迷惑闯进来的敌人。而在办公室的对面呢，就是军事会议室，可供战时苏联高层在这里开会。有意思的是，在建成之后呢，斯大林并没有来过这座准备就绪、固若金汤的地堡。
第二个与斯大林有关的地下掩体设置于苏联首都莫斯科，与萨马拉市的地堡一样，该设施呢也是充当临时指挥所的角色，内部有一个圆顶会议室、一个小型办公室和一个格鲁吉亚式食堂组成。这座地堡通过一条17公里长的地下通道与克里姆林宫连接，而且根据保存的文件显示，斯大林本人只去过掩体2次，其中一次呢是在1941年初，另一次是在9至10个月后的莫斯科战役期间，他在那里指挥作战。在1945年，由于美国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放了原子弹，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令世界震惊，当然也给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了避免苏联遭受这样的袭击，于是斯大林便下令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反核防御设施，秘密等级为1级。斯大林认为建设这样一座设施是必须的，因为一旦发生核袭击，这个设施可以有效地保护苏联的潜艇，从而保证苏联有能力发动报复性的核打击。在经过一系列的选址行动后，最终选择了巴拉克拉瓦。随后，这座小城的名字就变成了一串编码，从克里米亚的地图上被抹去了。到了1953年，新地堡正式开工，并在8年后的1961年完成，成为了一个用于存放9艘小型或者7艘中型潜艇的地下掩体。此外，825号工程还可以保护大约1000人免受潜在的核打击。该地堡同样是一个高度机密的设施，从外面看呢，它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的灰色建筑，坐落在莫斯科的一个角落里，挤在幼儿园和教堂之间。而当时苏联建造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存放数十吨外交部重要的文件，通常放置在架子上的盒子里，和占据大楼所有3个街区的防火保险箱中。就这样一直秘密运行了近半个世纪，直到2018年才对外。该地堡呢，正式名称为塔甘斯基保卫指挥点，是1947年斯大林亲自下令为苏联空军总参谋部修建的一个地下指挥所，由一个占地约7000平方米、深65米的竖井组成，目的呢是以备苏联遭受核打击。地点位于现今莫斯科地铁塔甘卡站附近的地底下。1956年建成之后呢，这个指挥点被作为一个紧急指挥总部使用，并且长期参与航空通信，技术相关人员每24小时轮替一次，并且需要时时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应战。根据一些退伍军人的回顾，这里面呢有许多机构，包括中央无线电室、中央电报室、大地测量实验室等等，依靠完善的食物储存、医药设施、空气循环系统和柴油发电机，能够容纳多达3000人，不靠外界支援生活长达90天。不过，虽然该设施早期目的是军用，但到了2006年，该地堡已经被俄联邦机构国有财产局拍卖了，买家呢是一家私人公司诺维克服务。当时总共花费了65亿卢布，而诺维克公司之所以买下该地堡，是为了将其变成一个娱乐中心，这里面包含有冷战博物馆、餐厅、水疗中心等设施。好家伙，不愧是俄罗斯呀！总结来说，在现今俄乌战争如此激烈以及前线俄军士兵生活窘迫的情况下，俄高层还花那么多资金修建保命设施，在大兵看来实在是有些本末倒置了。如果将这些钱全都投入到军队建设中，俄军的表现可能也不至于那么差。那么对于此事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